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德昌。节目一开始，我就要请大家立刻做个动作，起身，去把你的皮夹或者抽屉里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健保卡拿出来，拿在手上。因为今天，德昌要告诉你，这张看似普通的小卡片背后，可能正静静地躺着一笔你从来没去认领的政府补助金，金额可能高达好几千块。你是不是听得有点懵？心里在想，德昌啊，你又在哪里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？我按时缴健保费，从来没听说有什么额外的补助金啊。别急，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也不是什么新的政策把戏，而是我们每一位健保投保人本来就拥有的一项权利，只是因为它发生的场景比较特殊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可以申请，所以这笔钱就年复一年的安静的躺在那里，没人去领。今天德昌就要当你的眼睛，帮你把这笔属于你的钱清清楚楚的给看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好东西的名字请出来，它官方的正式的名称叫做自垫医疗费用核退。你先别听到这文绉绉的名字就头大，想关掉影片。我保证，接下来我用大白话给你解释的明明白白。简单一句话，就是当你不得不自己先掏腰包付医疗费之后，事后再向我们的健保署把这笔钱申请回来的一个权利。而且请注意，这个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它拿走或者扣住。那关键中的关键就来了，什么是不得不自己先付钱的特殊情况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标题里所说的那个价值好几千块的一个关键条件。这个条件总结起来就是，当你的健保卡暂时失灵用不了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说，健保卡好端端的怎么会失灵？它又不是电器。这里说的失灵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，你无法用健保身份直接看病结算。具体来说，最常见也最容易让我们付出大笔冤枉钱的情况，主要就是下面这三种。第一种也是最重要，金额往往最高的一种，就是在国外突然发生紧急伤病。比方说，你去日本旅游，吃生鱼片吃到急性肠胃炎，上吐下泻，不得不去当地的急诊室，或者去美国探望子女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怀疑骨折，得立刻去医院照 X 光。请注意哦，这里强调的是紧急且不可预期的伤病。如果你只是觉得牙有点酸，专程去国外看牙医，那是不符合规定的。只要是在国外，因为这种突发状况产生的医疗费用，你都可以在回国后申请核退。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国内，但属于不可抗力的特殊状况，比如说你去山上离岛玩，在当地的小诊所看病，结果那家诊所刚好因为设备问题没有和健保系统连线，或者更极端一点，你看病时突然遇到大地震、大台风，导致全医院的网络都断了，根本无法读取你的健保卡。在这种非你我能控制的状况下，自垫的费用也是可以申请的。第三种情况就更加普遍了，可能你我他都遇到过，那就是匆匆忙忙赶到诊所或医院，挂号时一摸口袋，糟了，健保卡忘带了。这时候院所通常会要求你以自费身份先看诊，并先押一笔钱。很多人看完病拿了药，事后也就忘了这回事，那笔押金就白白放在那里了。德昌告诉你，这种因为疏忽忘带卡而自垫的费用同样是符合申请条件的。所以请你现在就仔细回想一下，过去这半年你自己、你的家人有没有发生过上面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？如果有，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感冒门诊，你都可能已经拥有了申请这笔钱的资格。了解了自己有没有资格后，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，那到底能退多少钱呢？是不是我在国外花的天价医疗费，健保署都会照单全退？德昌在这里必须给你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观念，不是的，这项核退机制是补偿性质的，而不是实报实销。健保署会参考我们台湾本土同级医疗机构的平均费用，定出一个核退金额的上限标准。这个标准每3个月会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调整一次。我给你举几个最新的实际数字，你就有感觉了。根据健保署公布的数据，不久前的一季核退金额的上限大概是门诊每次约1，24元，急诊每次约3，
298元，住院1天则是约227元。看到这个住院的数字了吗？住1天院，最高就能核退超过6000块，这就是我们标题里最高可领6000块说法的由来。如果你是在医疗费用极其昂贵的国家，比如美国、日本，看个急诊可能账单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新台币，但健保署会根据上述的上限标准来审查支付，超过上限的部分就无法核退了。所以德昌也强烈建议经常出国的朋友，除了依靠健保的这项核退保障外，最好再额外购买海外的突发疾病医疗保险，这样才能获得更完整的保障。好了，资格符合了，金额也心里有数了，那到底该怎么把这笔钱实实在在的申请回来呢？别担心，整个流程其实非常 straightforward， 你只要跟着德昌下面说的黄金3部曲，一步一步来，绝对不会错。第一步是决定成败的铁律，务必保管好所有证明文件。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自费就医，付完钱后，你一定要像宝贝一样收好3样东西。第一，医疗费用收据的正本；第二，详细的费用明细清单；第三，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书。这3样缺一不可，尤其是收据，一定要是正本。如果医院只提供了电子收据，你也需要保存好相关文件作为证明。德昌建议你一拿到这些单据，立刻用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备份，以防原件遗失。第二步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黄金申请期，这个期限是法律明文规定的，从你们急诊看病的当天，或者住院者出院的那一天开始算起，你必须在6个月之内提出申请。这个期限非常严格，一旦超过，就算你有再充分的理由，这笔钱也跟你无缘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猛然想起半年前有过类似经历，赶紧去翻箱倒柜找单据，看看时间还来不来得及。第三步就是动手执行填写与送件。你可以直接上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网，搜索并下载全民健康保险自垫医疗费用核退申请书。这份表格需要你仔细填写，包括个人基本资料、就医情况等等。填好之后，将这份申请书连同我们第一步收集的那3样宝贝文件收据正本、明细、诊断书，再加上你的当次出入境证明文件影本，例如护照上有出入境章的那页，一起打包，最后送到你投保单位所在地的健保署分区业务组。你可以选择用挂号信邮寄过去，也可以亲自送过去，都很方便。这里德昌要特别提醒2个细节。第一，如果你当初在境外是通过自动通关出入境，护照上没有盖验契章，别慌，你可以到内政部移民署的网站申请打印入出境日期证明书，用这个来代替。第二，不是所有你付出去的钱都能退，像病房升级的差额费、伙食费、挂号费，为了申请核退而另外开的诊断书费，这些都不在健保的给付范围内，所以也无法核退。讲到这里，德昌今天要分享的核心内容已经毫无保留的全部交给大家了。让我最后再帮你梳理一遍重点。政府的这项自垫医疗费用核退不是什么施舍或额外福利，它是我们按时缴纳健保费所应得的保障之一，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。它的核心触发条件就是当你的健保卡因在国外紧急就医、国内特殊断线或忘带卡而无法使用时，你所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，请你务必养成2个新习惯。第一，未来万一再遇到需要自垫医疗费的情况，第一时间就要想到收集单据，日后核退。第二，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家里过去的就医文件，看看有没有符合条件但还没申请的漏网之鱼，在6个月的黄金期限内赶快把它办妥。健保是我们全民共同构筑的健康安全网，这张网的保护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广，甚至延伸到了国门之外。学会并善用这些规则，不仅仅是为了追回一笔钱，更是让我们对自己拥有的权益有更清晰的认识。做一个明明白白的投保人，才能让每一分保障都落到实处。如果你觉得德昌今天这番话真的帮你捅破了一层知识的窗户纸，让你看清了一笔原本看不见的钱，那我恳请你将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那些经常出国旅游、出差，或者家里有长辈常在国内外奔波的朋友。多一个人知道，
就可能少一个人损失自己的权益。我是张德昌，如果你想持续获得这种能真正看紧你荷包、守护你权益的实用资讯，请一定要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